喂，处长，特务可能假扮成黄包车夫去见房凤了。车牌号是多少507。好，我马上让孙组长带着人过去。这事儿先不要让他知道，你只需要给我派一个班的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我保证抓住马夫瑶。这个不可以，这是孙组长的管辖范围，必须由他亲自带队。好，请这样吧。喂。抓住他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籍贯。老总，俺叫张富贵，今年虚岁60，河南人，拉车了。我问你，美钞哪来的？美钞？啥美钞？美钞，美国的钱。咦，这，俺不知道这是美国的钱呢。那个漂亮娘们那个把包给了俺，俺也没敢打开看呢。这谁知道这里边是美国的钱呢？这是他给你的。哎，你们俩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把袋子给你啊？是不是你抢的？你看，老总，俺跟你说实话啊，有个人雇了俺，让俺找这个娘们拿这个包，俺就去了，他就给了。谁雇的你？是个瘸子，叫啥俺不知道。出手倒是挺大方了，说包取回来之后他给俺赏钱，让你把东西送到哪儿去？那个郊外那个化工厂。什么时候？就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。哎，老袁，你马上给组里打电话，让他们派人去化工厂。好。老总，恁看俺能走了吧？不行。老总，恁心情好啊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，俺不回去的话，他没得吃啊。不是，俺就帮人取个包，这不犯法吧？这些都是你说的，我们需要调查证实。组长，组里的同志们都在案子上，现在调不出人手来。要不然，你亲自去一趟。老总，俺能不能喝口水？谢谢，谢谢。你是房凤吧？我们是军管会的，现在有个案子涉及到你，走。抬起手来。跟我们去趟军管会吧。带走。走。我知道，我马上就去。
书下嫁给我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昏了头。我多想证明他们都是错的，我多想给你幸福的生活。可如今事情到了这个田地，我该怎么办？说说看，你们是怎么发现马扶摇的狐狸尾巴的？小雪啊，你先说说，为什么你不在酒吧盯住了房凤，而去跟踪那个黄包车车夫呢？因为2个细节。房凤的手袋是法国货，是一个美国军官送给她的，她平常很珍惜。手袋里装的是镜子和化妆品，她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那个手袋的。可是，在房凤进入酒吧之后，那个手袋却不见了。房凤不可能把它忘在红包车上，如果忘了，她肯定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的手袋不见了呀。在房凤进入酒吧之后，她给自己点了酒，而且还付了账，现金她就握在手里，这说明她知道手袋不是意外不见的。既然装钱的手袋已经转移了，那就不会再有人来和他接头了。我教的有这么好吗？你分析的丝丝入扣，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出判断，非常了不起啊！那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差点落在特务手里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特务要对我动手啊？你当时及时的出现在那儿，一定不是碰巧吧？当然不是。在你跟踪房凤出了他家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到了。我去印刷作坊出现场，经过我在现场看到的印刷的表格制式判断，我断定马扶摇定要出逃，而且我怕在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回到处里又误了事儿，所以我索性从现场直接去了卢永华家。那你又是怎么断定马扶摇会跑呢？那个印刷作坊的老板早就不亲自制版了，昨天、今天那个神秘人2次上门找他，他都亲自制了版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印刷的东西不能给别人看到，而一个印刷作坊的老板，他能印些什么？反动传单有可能吧？当然有可能，但是我从他样品的纸张来看，如果他要是印传单，不会用这么好的纸张，而且他要是印传单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所以我断定是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印的是假证件，而且需要证件的这个人很特殊，他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他要是单纯的想偷渡，他拿到假证件，悄无声息的走掉就好了，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而且要犯下这么大的案子？可是，你为什么就认定这个买主是马扶摇呢？这个老板曾经有军统背景，而且在他临死之前，他手上拿着这个于和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跟马扶摇什么关系啊？因为马扶摇的外号叫军统之秋，秋字怎么写？于、和、火。作坊老板在临死以前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他手里抓的是个于字，他的手
指向另外一个字，什么字呢？和，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抓第3个火字。我的分析对吗？完全正确。喂，处长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接个电话。没事，你接，我不听。走了。喂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处长，车夫交代了和马扶摇的接头地点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可是现在一直没有消息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所以我想出去一趟，但是我这儿的人手又不够。处长，能不能派几个可靠的人增援？可以啊，你觉得什么人比较可靠呢？季组长。好的，我马上让他过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车夫身上应该还有不少线索，您可把他看住了。放心，我一会儿亲自把他带到号房去，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插手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大虎，说吧，去哪儿？你不用问了，上车吧。哎，好了，那个同志们准备出发。哎，等，人多目标大，咱俩去就行了，让他们待命吧。好了，原地待命啊！是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处长，孙大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应该快了吧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抓着几个人了？啊，这我不知道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你不相信我？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要是不相信你，就不会跟你坐在一起了。叶律啊，你放心，这个案子是你发现的线索，我一定会向上级给你请功。处长，我不是不相信孙大虎，他是个军人，直来直去的事他没有问题。但咱们现在对付的是特务，他一定对付不了马扶摇。那你有什么建议吗？黄包车车夫抓着了吗？抓到了，孙组长亲自抓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那个车夫就是马扶摇。为什么？房凤是绝对不会把钱给一个陌生人的，而且卢家以前所有的积蓄都被我敲出来了，这笔钱是他卖车得来的，而且是他最后的财产，他怎么会把最后的财产交给一个特务呢？中间必然有交易。处长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是房凤，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去香港的通行证。那特务去印刷作坊干什么？你是说，马扶摇去印刷作坊，伪造边防证，然后讹诈房凤的钱？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解释吗？那个黄包车夫现在在哪里？看守所。我必须要把他调到处理，我亲自看管才保险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保卫处在看守所有独立的审讯室和牢房，就算是看守所的干部也不能干预。处长，咱们现在的对手是马扶摇，对于这样的泥鳅，任何地方都不是安全的。铜墙铁壁，他又能凿个窟窿出来？没有这么严重吧？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有个情报要向您汇报一下。在房凤身上，我们发现了这张边防证，广州市军管会刚刚已经有了回话，经过查证，这个证件是伪造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相信我了吧？老袁，你在这儿蹲守了半天，有没有发现其他的情况？
盯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人还没有来。你说那个车夫，他会不会在骗我们呀？再等等吧。嗯。喂，人来了，3个，其中1个是瘸子。怎么就2个人啊？别着急啊，肯定我瘸子错不了。他们特务就喜欢搞那个派俩人踩踩点的事儿。正主一会儿就来。哎，来了。就是那个瘸子，我们要抓的就是他。老季，行啊，准备动手。哎，3对3啊，要不要叫增援啊？还有那么多同志在那边等着呢。老袁，这个工厂有没有后门？工厂的周围环境我都看过了，这个工厂没有后门。太好了，老袁，你原路返回1公里以外有我们的同志在埋伏，叫他们来增援，我跟老季在这儿盯着就行了。好，那你们2个人小心啊，快去吧。我以为以你的脾气不愿意叫增援呢，吓我一跳。3对3哪过瘾？咱俩就够了。小过瘾是吧？那你1对3啊，我给你掩护。行啊。怎么马站长还没回来？该不会是丢下我们自己，先跑了？不等了，我们走。不好，他们要跑，动手！你对付瘸子，我对付那俩。你对付瘸子，那个瘸子最厉害。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把武器交出来，动作慢点。扔了。我，老朋友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腿都瘸了也不学好。
处长，咱们现在的对手是马扶摇，对于这样的泥鳅，任何地方都不是安全的。铜墙铁壁，它又能凿个窟窿出来。王凤，我最后给你个自首的机会，你告诉我，谁是马扶摇？马扶摇在哪儿？你或许不知道，这个证件是伪造的。你要拿着它，在广州口岸一定会被查获，因为伪造的证件在我们军管会是没有存根的。骗子！你指的是谁？车夫，那个车夫就是马扶摇。你愿意协助政府指证他吗？我愿意。很好。处长，孙大虎抓的那个车夫在哪里？那是郑宝珠的案子，孙组长亲自审讯关押的，我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在郑宝珠的号房里。哦，你有钥匙吗？只有孙组长有。那好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反正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天马上就亮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加强戒备，尤其是政保组的牢房。是。处长说让您回来，马上去看守所。啊。证件。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孙组长，我当然认识你，可是现在我们所进入紧急状态了，所以每个人必须接受检查。出什么事了？那倒没有，是预防性。好。麻烦把武器交出来，还有车也不能进去。好吧，那你帮我看着。处长，你找我？怎么，受伤了？哎，别提了。我们根据车夫提供的线索，在化工厂里堵住了那3个特务。结果他们负隅顽抗，没抓住一个活口。也不知道3个尸体里边有没有马扶摇。我想请耶律过来甄别一下。告诉你个消息，马扶摇还活着。真的？耶律说了，你抓的那个车夫就是马扶摇。啊？而且房凤已经承认了，他就是马扶摇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走，走。铁蛋。
马飞亚出！马飞亚跑了！报告，进来。秦处长，我们已经翻遍全城，但是没有找到马扶摇。看守所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们都检查过了，哨兵反映，昨天晚上没有一个人犯从大门走出去。所长和哨兵都被我们隔离起来了，我们准备重新再审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马扶摇是单独关押，栅栏门和牢房的钥匙只有我有，所以最应该隔离审查的人是我。处长，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隔离审查。来人，把孙组长送到禁闭室，让他接受治疗。分配一下任务。既然房凤已经承认她和马扶摇有牵连，作为她的丈夫卢永华，他也有嫌疑。季组长，你马上带人把卢永华带回来询问。是。叶律，关于马扶摇的案子，算了，我安排其他的人手，你没事的。哎，处长，别没事，把耶律借我试试呗。那个卢永华是个魔术师，机变百出的，我自己惧怕应付不来，让他跟我一块儿去传唤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行啊，你们一块儿去。好。琪琪，有一点我想不通啊，看守所的戒备那么森严，尤其是政保组的号房，更是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这马扶摇他是怎么逃出去的呢？号房坚固有什么用啊？只要里边关的是马扶摇，再坚固的号房都会出问题。看你那一脸严肃样，好开你的车。哎，打你！先包围起来，别急着动手啊！
别忘了，咱们抓的是盐城第1大魔术师。我已经通知小许了，他对卢家的内情比较了解，等他来了再动手。庄连长，先包围起来，不急着动手。是。季组长，叶律。哎，兄弟们，行动！哎，你留在这儿。1楼被人。小许，楼上什么情况？啊，2楼是卧室，3楼是卢永华的书房。他平时都是猫在里边，说是设计新魔术。那书房是什么布局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进去过。他总是随手锁门，连王峰都不让进的。你们几个上2楼搜查。张连长，你带人继续搜查1楼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是，走。叶律，咱们上3楼看看。走。哎，一个女孩子老往前面冲，跟着我。张连长，安排一个班就在周围秘密监视。是。
说说吧。昨天晚上在火神庙，孙组长和季组长打死了3名特务。你对马扶摇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希望你去辨认一下，在这3具尸体当中到底有没有马扶摇。我不用去辨认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跑掉的那个黄包车夫就是马扶摇，房凤也指认了。你想说什么直说吧。如果跑掉的人真的是马扶摇，那孙大虎就脱不了干系。这将会影响到他的政治生涯，你明白吗？处长，我明白，但你要问我真相的话，我的答案只有一个：跑掉的那个黄包车夫就是马扶摇。但如果我们为了保住孙大虎的政治生命，我也完全可以说，跑掉的那个人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黄包车夫。叶立奇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让你去做伪证。从我个人的意愿出发，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孙大虎干的，他绝对不会放了马扶摇。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他干的呢，我绝对不会包庇他。你记住了，政保事业关系到我们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安危，在国家安危面前，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牺牲。请你相信组织上对孙大虎的判断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组织调查这件事。好。这谁能给念念写的啥呀？抓谁呢？我来给念念。盐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缉令，现通缉嫌犯卢永华一名，男，38岁，魔术师。卢永华？哎，不是那个卢大师吗？哎，您再接着给念念，有悬赏没有啊？有啊，怎么？你认识这位卢大师？认得呀，上次他去演出，小汽车半道坏了，我还拉过他呢。见面呀，肯定能认出来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春死都不愿改，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，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你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
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？来去也许不该，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？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？来去也许不该，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